警察震惊地发现后备箱里居然有一名6岁小女孩。起初他们以为这仅是一起普通的诱拐案，却不料就在父亲陪着她接受询问之际，父亲的丈夫也赶到了。因此这么看来，事情就没那么简单了。随后警察就询问了俩人女儿贝利的由来，哪知俩人竟称她属于领养，却又不是，实际上是用了异人的种子，然后找的代孕妈妈。而这使得警察不得不怀疑是亲妈反悔了。可虽然俩人觉得不太可能，但警察还是来找了贝利的亲妈，而女人也坚称自己是签了协议的，早已经放弃了权利，不可能反悔的。然而警察却不会轻易相信，甚至怀疑歹徒就是她的男友。可哪知就在这时，女人突然收到了一条消息，吓得她赶紧抓起了手机。但警察刚才已经看到了手机屏保，那明明是贝利的照片，所以这么看来，女人并未完全割舍掉女儿，于是就威胁要检查她的手机。这下女人没办法了，只能乖乖将手机交了出去，里面果然全是贝利的照片，这一看就是偷拍的，那她也就有可能绑架了。随后就以跟踪罪将她逮捕了，但女人却坚决否认绑架。于是警察就拿出了她手机中的照片，有几张正好是贝利失踪那天拍的。然而女人保证不会伤害女儿以及她的2位父亲，声称只是在一旁看着。可警察就是不信，见状女人也只能承认确实舍不得孩子，但这些都是母爱使然而已。对此本森倒是信了7、8分。可如果他不是绑架犯，那真凶到底是谁呢？不料就在这时，阿曼达又有了发现，偷拍的一张照片中有一个戴黄色围巾的男人，而这与贝利描述的绑匪一致。虽然亲妈不认识对方，但起码现在知道嫌犯的长相了。而与此同时，警察又从那辆车里搜出的一堆杂物里找到了一张停车票，上面有地点还有日期。于是据此警察找到了那个停车场，而管理员也记起那个人停车后去了旁边的剧场。于是警察又追到了剧场，当看到照片后，老板想起那人是来应聘的，并且还填写了简历，姓名住址写得详详细细。随后又根据简历上的记录，警察终于找到了嫌犯永强的家里，却不料只有他母亲在家。于是3人就闲聊了起来。而不久后永强也回来了，哪知警察刚说想问问贝利的事，永强竟撒腿就跑，这下可算是此地无银300两了。警察当然不会放过他，很快就将永强给扑倒，然后就以绑架罪将他逮捕了。可是面对审问，永强竟泰然自若辩解，我只是去公园玩耍，并不是去跟踪贝利，而且我的车也被偷走了，肯定是偷车贼将贝利锁在了后备箱。却不料警察早已逮住了偷车贼，表示他否认了，接着又质问你丢车了却从没报警，不知原因是什么。结果永强就无话可说了。然而对此检察官却无法起诉，因为目前没有证据证明永强有罪。于是警察希望贝利讲出被绑后的遭遇，或许可以找出证据。不料贝利说自己被带走后就和对方躺在了床上，并且他把我抱得很紧。而一听这话，警察立即拿出了2个玩偶，让贝利模拟出当时歹徒是怎么做的。结果贝利立即脱下了女孩的衣服，又把男孩的裤子也脱了，代表俩人没穿衣服，然后就这样在床上抱着，并且抱得很紧，直到贝利觉得疼了他才停下。而这可涉及猥亵儿童了。接着警察又拿出了几张照片让贝利指认，但前几个都不是。直到永强出现后，贝利当即认出就是被他带走的，这下可算是有证据了。警方相信有了贝利的指证，陪审团肯定会判永强有罪的。可哪知2位父亲一听需要女儿出庭后，立即反对了起来，因为到时所有人都会盯着贝利看，他会受到2次伤害。但警察极其希望贝利作证，这样才能惩治永强，以免有更多的女孩受害。然而父亲却说出了他不同意的更深层原因，就是贝利的童年已经比其他孩子艰难了，因为他有2位父亲，总是被人指指点点，这在他心灵上已经留下伤痕了。随后再也不顾警察劝说，直接起身离开了。这下警察可难办了，唯一的证据又不能用了。可本森不死心，硬是从检察官手里要来了搜查令，直接对永强家展开了大搜查，试图再找出一些证据。结果先是找出了一件儿童衬衫，正好是6岁孩子的尺寸。接着在路过院子时又发现了异常，草坪上居然种了2种草，并且另一种恰巧种在了中间，怎么看形状都像是块补丁。因此警察推断这里曾被挖开过，是后来又补上的。于是接着就开挖了，结果很快就有了发现，下面居然是一具骸骨，而且还是个孩子的。这下永强妈可涉嫌谋杀了，不料她却将这些事都推到了前夫身上，猜测都是他干的，自己根本啥也不知道。对此警察当然不信，接着就进行了严刑拷问，但老太太打死了也不认，搞得她一时也没招了。而审讯室外的本森也没好办法。至于老太的前夫，多年前就因为袭击罪逃了，现在正全国通缉呢，所以也一时无法找他核对。哪知就在这时，实验室传来了消息，那件衬衫上的 DNA 与数据库里的一个匹配上了，却不是贝利，而是一名叫玉田的男孩，他也是6岁时失踪的。没想到又多了一起失踪案，因此现在警察有理由怀疑院子里的骸骨就是玉田，只等 DNA 比对结果出来就可以确定了。但在此之前，检察官还是没证据起诉。可本森等不了了，他想立马就让永强受到惩罚，否则真是怒火难平。见状，检察官突然想到了个办法，可以让永强母亲去指控永强，只要以撤销他作为绑架案的从犯的指控为条件，就能达成协议。但本森不信母亲会指控儿子，可检察官有信心，因为永强是个恋童癖。就这样，母亲接受了协议，开始在大陪审团面前指控了永强，声称那天我因下班早提前回到了家，却看到永强屋里的灯亮着，于是我本想去关掉，不料进去后竟看到 I saw my son in bed. Was he alone? No, he was with a little girl. What did you do? I told him
to take her back where he found her. He carried her down the stairs. She was still sleeping. I told him to put her in the trunk so she wouldn't know where she was if she woke up. Then what happened? He took off. And about 40 minutes later, he came back without the car. He said when he stopped to get the girl candy, somebody stole his car. With Bailey Shaw still in the trunk? That's what he said. 这么一来就全对上了，这下终于证实永强犯了绑架罪。可哪知案子刚审完，阿曼达在整理资料时，竟又发现了一点：永强和他的父母有点不一样呀，这里竟隐藏了一个惊天大秘密。老太居然撒谎了。随后他立马就来找了本森，指出永强是蓝色眼珠，可他父母却全是棕色眼珠。从遗传学上说这是不可能的。而一听这话，本森也明白了，这说明永强不是他们亲生的，那这问题就又复杂了。随后他赶紧告诉了检察官，哪知这时骸骨的 DNA 比对结果也出来了，不成想死者竟是老太的儿子。起初有人猜那是永强的兄弟，但公开记录显示他没兄弟，而这就不由得让人怀疑死者才是真的永强。Yeah. Hold on, I'm a little confused here because if Emerson is dead and buried, then who the hell kidnapped Bailey? 对此，阿曼达露出了一个你猜的表情，结果下一秒他就想到了，简直令人难以置信。接着俩人就赶紧做了汇报，而后立即又传唤了永强妈。开始律师还不服气，因为都已谈好协议取得豁免了，但本森立即反驳，撒谎的话就不算了。随后就直接点名永强早死了，现在实验室正比对假永强的 DNA， 所以在结果出来前，你还有机会主动坦白，否则一旦证实假永强其实是玉田，那就是另一起绑架案了，并且还有谋杀罪，就是你杀了你儿子，真正的永强。而眼见事已至此，母亲终于坦白了，现在的人果然不是她的儿子。17年前，她和丈夫在楼顶吵架，丈夫推了她一把，不料儿子竟在身后，就这样她把永强意外撞下楼摔死了。可检察官一问为啥不报警，结果母亲解释，当时我俩都喝醉了，而且丈夫还被指控有袭击罪，警察肯定会认为这是谋杀，所以我们别无选择。最后我亲手把宝贝儿子埋在了院子里，然后1周后丈夫出走了，我就拐走了玉田当儿子养了，而这应该就是全部真相了。随后本森将玉田姐姐带了进来，她是玉田唯一的亲人了。结果母亲立马认出了她，但却没有丝毫愧疚，还反称这都是为你们好，你们的父母根本不关心你俩。 What are you talking about? They let you run all over the city like a couple of ragamuffins. When you were coming to the store to get ice cream, you were alone. You were 10. He was 6. What kind of mother does that? 结果当即被姐姐怼了回去，因为当年母亲病危了，根本不是不管姐弟俩。谁知老太仍是不支持，坚称带走玉田是对的。现在她很幸福，因为我让她吃饱穿暖，让她体会到了母爱。结果这一下把本森恶心到了，没想到有人竟把偷孩子说得如此冠冕堂皇，当即进行了抨击。而在看到满是怒火的姐姐后，老太这才不敢狡辩了。至于玉田，则是根本不相信这是真的，他坚称自己就是永强，无论本森怎么劝说，告诉他的真实身世，可玉田就是不信。甚至当本森解释，之所以你会报警贝利，都是因为当年你经常做噩梦，时常挤到姐姐床上，因为她会抱紧你，给你安全感，所以你是在无意识下重温了儿时的过程。玉田仍是坚决不信，他什么也不记得，就是认死了自己是永强。见状，本森再也没办法劝了，而姐姐也伤心欲绝，头也不回的走了。可本森还想劝她，只要多做心理咨询，玉田会明白过来的。然而姐姐已经放弃了，大喊17年前他就不是我弟弟了。最后也劝本森不要再管了。到现在一切都已经结束了，没想到到头来又是一场破碎的悲剧。